让中东国家进行大逃杀，结局会如何？咱们采用2024年的边界地图，平时看他们唇枪舌剑、明争暗斗，这次来把直接的，谁更强呢？各位观众，请将你支持的一国打在弹幕上。比赛现在开始，战争一触即发，位于地中海沿岸的以色列行动了。说一下，由于巴勒斯坦领土较小，无法添加，因此没能参加本期比赛。不过，以色列已经宣战了黎巴嫩，前者已经建立了消灭真主党的决心，因此很快打击成功，获得首场胜利。这只是一个前奏。2025年，叙利亚宣战伊拉克，埃及宣战约旦。先说叙以战争，长期以来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边境地区存在不稳定的局势。随着极端势力的崛起，边境地区的控制成为两国的争议焦点。再说，叙利亚内部已经是混战一片，伊拉克这时候进攻已经不是打击恐怖分子这么简单了，趁对面政府洗牌，以此获得更多领地。但是呢，往往事与愿违，其他国家也不少。这其中，以色列同样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以他们的实力，与伊拉克共同解决该地区的毒瘤不是问题。叙利亚就这样被两国瓜分。同一时间，埃及已经全面入侵了约旦。两国虽然常有合作，但毕竟这是大逃杀，埃及以更高规模的军力碾压了对手。注意，这里约旦依然存在。2026年，土耳其与以色列达成统一，很快就库尔德工人党的问题，两国开始进攻伊拉克。土耳其声称，伊拉克未能有效打击库尔德工人党，导致跨境恐怖活动频发。土耳其出于自卫，需要采取军事行动。另一方面，两国还有一个潜在的冲突源，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资源分配上，土耳其通过大坝控制着这两条河的源头水量，而伊拉克则依赖这些河流的水来支持工农业的发展，所以伊拉克也早有不满。但是没想到以色列又来插一脚，到处都是他们。尤其是以色列借着有点先进的军事技术，占领速度极快，导致土耳其也面临瓜分不匀的情况。2028年，伊拉克战败，仅剩一点的约旦地区向埃及控制区发动了小规模反击。2029年，以色列发动补刀技能，将约旦完全占领。看来实力不在于面积，以色列目前已经完成了成倍的增长，但是一旦家里情况好起来，必然遭到其他人的意见。埃及正好借着巴勒斯坦问题宣战了以色列。虽然两国曾签订和平条约，但是今时不同往日，为了防止以色列的地区霸权，保护耶路撒冷，埃及出马了。但是结果显然不乐观，以色列与土耳其似乎是绑定了。这次轮到土耳其提供援军支持，两国很快占领开罗，并顺着尼罗河向南突破。2031年，在图以两国的联合进攻后，埃及战败，狮身人面相发出了一声咆哮。2032年，战争来到沙特阿拉伯南部，经常保持中立的阿曼因大逃杀的缘故，在一开始就选定好也门作为对手。两国曾因佐法尔地区发生过冲突，其中南也门站在了支持佐法尔解放及叛军的一边。最终，这场战争在多国进行干预下，以叛军失败而结束。而当时进行战变的南也门，在1990年与阿拉伯也门合并，形成了现在的也门共和国。但近些年来，轮到也门爆发内战，角色互换，阿曼的倾向性使自己彻底卷入了这场纷争。持续多年，如今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支持，导致阿曼获得了胜利的条件。2034年，支援结束的沙特阿拉伯宣战了伊朗，阿曼自然鼎力相助。另一边，土耳其则宣战了以色列，两国的好盟友戏码终于演不下去了。据小道消息称，土耳其对这次进攻信心十足，通过这些年友善的伪装，土耳其实际上已经达成了包夹环境。2038年，以色列战败，土耳其获得地中海沿岸的完全控制，而另一场战争仍未分出胜负。果然，伊朗对敌人的评价是根本没有感觉到杀伤力。在陷入僵局后，沙特阿拉伯转换敌人，宣战进攻土耳其，换个对手，换个出路。然而这一次选择几乎是已经把阿曼给抛弃了。伊朗军队从阿曼湾攻入，然后向南延伸。2040年，阿曼战败，这次轮到伊朗宣战沙特阿拉伯。前者清楚，此次进攻不能掉链子，一方面是跟土耳其联手，但实际上领土的控制比例更为重要。两国就这样开始瓜分沙特阿拉伯。2042年，伊朗突然有了新思路，与其与土耳其争，不如跟沙特争。
于是双方进行了和谈工作后，伊朗将目标转为土耳其，这样一来，获得主动权的机会更大。转眼，伊朗军队全部从南部调离，向北边土耳其占领区进攻。2046年，土耳其被瓜分淘汰，伊朗这算盘算是打对了。随即，伊朗宣战沙特阿拉伯，让我们进入终局一战。2048年，沙特阿拉伯战败，因此恭喜伊朗成功获得本期比赛的冠军。